大家好，我是秋平，我身后这里就是永泰古城，一座辉煌了400多年的城堡，但是算起来也是一座孤独的城市，因为在这个戈壁滩上面，现在只有这样一座城堡存在，周边呢已经没有村落了。在该处景泰的戈壁滩上面，有一座400年的城堡，非常像一只金龟，从而呢叫做永泰龟城。这个城堡是建于明朝万历35年，也就是公元1607年。整体的城堡呢是由土砂石夯筑而成。在永泰龟城的正前方有一个池塘，这里是叫做用基海。正常来讲，这附近都是戈壁滩荒漠，怎么可能会有一大片水源呢？其实就是远处祁连山流下来的山泉水，包括现在永泰古城里面的人们生活用水啊，都是这些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当然，这个用基海现在呢，人们不是饮用这个，它主要是牛羊在这里饮用。城市里面的水呢是单独的山泉水，跟这里有点不一样。其实，如果从航拍的画面也可以看得到，这口池塘也是这只乌龟的饮用水，因为空中可以明显的看到这只乌龟的头部刚好就是永泰龟城的南门，又是对应着这个池塘嘛，所以相当于是一只乌龟趴在大地上面喝水，是不是挺有意思的？这里明显看到有口子，以前水的话就是通过这些渠道一步一步的进入到城市里面。现在我们就近距离看一下这个古堡，它其实还保留了很多建筑啊，像城墙、城门、古民居，还有里面的以前饮用水源等遗迹。养了多少只啊？300多，这么多啊！啊，每天都放。前方就是高达10几米的城墙，在城墙外部呢就是护城河，这个算是古代城市的标配。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在戈壁滩上面这么缺水，它这护城河的水源怎么解决的呢？这个地方靠近祁连山嘛，那水源呢还是比较多的。这个护城河它的深是大概2米，宽度6米。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护城河都算是比较大的。这里是永泰古城的南门，它也是分为内外之分的。外面这一层呢比较小，里面的比较大，主要是因为南城门这里啊也算是一个瓮城。自古以来，古城墙它基本上都有瓮城。那么在明朝400多年前，它这个城堡呢是用来军事防御的，瓮城是必不可少的。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残存的话大概是6、7米。那以前的话就非常高了，这上面有个小楼房，它是现在修的，不是以前的，因为是为了拍电影比较方便就搭建了。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有一部影视剧，2个人站在这里，那个场面是非常经典的。现在呢，我们就去这龟城里面看看。走到内城门的话，就相对来讲的话比较大一点。外面这个城门是叫做永营门，里面那个叫永泰门。永营永泰，听这个名字大家应该知道了，永远安宁，永远太平。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瓮城里面，这个是永营门，它跟这个永泰门并不是对称，并不是一条直线，是一个弯着进来的。这个其实就是瓮城的防御作用。这个就是永泰门，大家看起来是非常庞大吧？这个城墙也是10几米。其实，在城墙上面呢，不光是人可以行走，马车都可以通行。这个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南城门就是永泰门，是整个古城进出的唯一通道。尽管说这个永泰龟城是有4个城门的，但是东西北它是围起来的，没有通道。这是为什么？因为整个这个永泰古城是坐落于戈壁滩上面，东面、西面、北面呢，相当于是比较平坦，非常适合当时的瓦剌鞑靼那个骑兵啊展开攻击，或者是部队展开攻击。而永泰古城的南门刚好对着不远处的山，这个山属于祁连山的支脉呀，那么相对来说就比较好防御。一部分明朝的士兵在这个永泰古城上面防御，然后在山上呢也可以驻扎一些明朝的士兵，就互为犄角。假如说瓦剌鞑靼的士兵想攻占这个永泰古城，冲南门的话，后面山上也可以向下攻击，所以他这个就在南门开了唯一的通道。这个永泰古城它的位置啊，其实非常重要。距兰州
不到200公里。这个古城是1607年修建的，大概是修建了1年完成。但是非常可惜啊，它修建了30多年之后，明王朝就覆灭了。明王朝覆灭了，这个古城还有没有发挥作用呢？真的有啊。那当时清朝的一个著名将军呢，岳钟琪，他来这里生活，在这里驻扎过，所以整个这个古城啊，还有岳钟琪他们家族的后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古城里面，这个还有个关帝庙遗址。其实，在西北也好，南方也好，只要是古村落或者是古城镇、古城市，一般都会有关帝庙或者寺庙等等。我们刚刚在古城外面看到一个用基海，是以前龟城里面人们的生活用水。但是大家一直都会有个疑问：如果是碰到战争时期，那些蒙古骑兵把外面那个水源断掉，那么人们生活用水就没有了，是不是很危险？其实呢，在这个永泰古城里面，还有单独的水源，跟外面那个用基海啊是错开的。你像我们前方看到的，就是一口古井，叫做头井。整个永泰古城的这些井啊是非常多的。它这个井啊，现在仍然是整个城市里面人们的生活用水。看一下，哎呦，好重啊！现在还有很大的水流到这里来。它这个水呢，就是从对面山上下来的水。大家明显看得到，这个外面一直有水进来，但是这个井水的水一直没有涨啊。这是因为它里面是有连通的，这个水呢是流动的。我们现在是走在古城里面的主街道，其实也算是唯一的主街道。平时我们去一个古城、古村落，它里面的道路呢是纵横交错，非常发达，有很多十字路口。但是在这个古城里面没有那么多，基本上是丁字路口。这跟它建成的初衷有关系。因为我们一开始也说，它这个永泰古城是一座纯粹的军事防御的城堡，它考虑的就是安全防御。你如果说修成十字形，外面的敌人如果攻打进来的话，那就很不好解决。但是呢，你如果弄成丁字路口的话，敌人攻进来了，他不熟悉道路的话，能够很好的抵御敌人，就是我们俗称的巷道战嘛。啊，这个房子是你们的？哎，挺大的。啊，看看。哇，你们这个房屋很大呀，院子很大。这是我家的房屋。哦，那可以啊，挺大的。这个村现在还有多少人呢？这个村是还30多户人，30来户，也就是50-60口人。前方我们看到这一块呢，基本都是重新修缮的。它这个地方现在很多人来参观呢，算是进入河西走廊之前的第一层。以前住的人是非常多，现在只不过呢都搬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船员断壁，因为这种房屋嘛，特别是黄泥土的或者黄泥砖建造的房屋，长期没住人的话就会倒塌。在这里又发现第2口水井了。村民之前呢都是在这些水井里面打水回家，现在呢比较好了，家家户户通过这个水井里面的水呀，自来水接到家里去了。你看这里还有个抽水泵，可能旁边有一户人家，如果需要比较多的水，就把它抽过去。这里现在正在大力修缮，不知道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这个古城啊非常出名，它像一只乌龟屹立在大地上面，非常少见的。像这些都是没有人居住的，看着好可惜呀。来到这里，其实能够感受到荒凉。在这个古城或者叫做古村中间有个戏台，这个也算是很多古村落的标配呀。因为在古代没什么娱乐生活，那么基本上碰到节日或者平时有一些戏团来这里表演的时候，就坐在这里观看。我之前去陕北啊，还在路上遇到一些唱戏的人，看到当地村民在劳作，看看他们是在弄什么。大姐啊，你们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卖墙的啊，就是弄墙是吧？这还有商店，这个就是感觉是上个世纪70年代左右的房屋。我们走在这个古城，现在到处能看到这些都修缮好了，非常光滑。大家猜一猜这个是怎么弄的？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他们在用那个泥土里面加这些草，把它
涂在上面，就跟我们说粉刷的作用。我们在西南的贵州看到一些老房屋用那个竹子编织而成，它外面也会弄一些泥土加上杂草，把它弄在上面，用杂草就起到固定的作用。这个是古代建成的一种方式。可能你下次来的话，这里就已经看不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船沿断壁，全部经过修复粉刷了。在西北这边非常晒，所以不管是我还是后面的工作人员，男的女的都全部戴了帽子进行防晒。只不过男的跟女的帽子有点不一样，女的呢，他们可能就像纱巾一样包住头部了，因为晒的话，晒的头会疼，非常难受的。住了一辈子吧？一辈子，我们家是这个贵清大厦，我们是最早的第一家子住。你们第一代？哎，那你们在这里住了400多年？哎，400多年。啊，这个就是你们打水就在这里。啊，这个水啊一直是活的。哎。啊，就下面有个管道。哎，一个那一管子进来，那一管子出来。那像以前护城河的水是哪里来的？护城河就是这个。水从那边进来，然后从旁边出去，这个水一直都是活水，整个下面都是有管道流通的。大家绝对想不到，刚才普通话说的那么好的大爷，他竟然没有读过书，真的是不可思议啊！他们家是这个永泰古城里面最早的一批人，相当于他们家在这里传承了400多年。一个家族在一个地方传承400多年，还是比较难得、比较少见的。市井，这些井都是几百年的历史。在我们前方就是甘露池，旁边一点就是城墙，在外面就是宽6米、深2米的护城河。我们刚开始在进城门的时候就说，这个护城河的水源怎么解决？因为这里属于戈壁滩嘛，水不多。那其实呢，是从这里流出去的。整体这个村落的水是远处的大山流下来的山泉水，通过暗渠进入到村子里面，然后里面呢有很多井水，村民饮用水就是在井水打到家里去。那整个水源是活动的，最终的那个井水又流到这个池子里面。那这个池子呢，也是村子里面以前养羊的饮用水，也就是说，在这个村子里面，人喝的水和动物喝的水是分开的。那最后这些水呢，就通过这里面有个暗渠流到了护城河，那整个护城河的水就活动起来了。所以从里面也好，到外面也好，这个水呢全是活动的。这是全部修缮起来，感觉还挺好玩的。当然，这个地方没有住人，如果以后打造成民宿，我感觉还是可以的，空旷旷的。因为整体现在这里住的人不多，只有60来个人。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吧，一个辉煌了400年的城市、城镇、古村落，现在呢就剩下不到60个人在这里居住。乐府遗址在清朝乾隆时期，岳钟琪他就在这里居住。那么他的一部分后人呢，就生活在这个永泰古城里面。当然，他们家族的豪宅现在肯定是没有了。不过以前这一块可能都是他们家族的。整个古城是南高北低，北边嘛属于古城的最深处，出入口是在南门，从而它的乐府就是建在最北边。因为假如说那个南城门被攻破了，他们也有反应的时间嘛。前方这个是永泰小学，建于公元1920年，到现在103年的历史了。它办学是办到2014年截止。我们逛完了古城里面，再来外面看看这个城墙。很多人可能都会有疑问，像这种古城墙，黄泥土弄成的，几百年怎么没有倒塌？其实这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就是西北干旱干燥，少雨缺水，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呢，就是它这些黄泥土，并不是说我们简单的看到的黄泥土，它是叫做夯土。其实从秦汉时期在西北建城墙、建长城，他们用的土啊都是夯土，就是黄泥土经过加工的。首先呢爆炒，然后呢暴晒，要把这些泥土里面的植物啊或者什么分子这些要把它全部弄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黄泥土经过了几百年以及上千年都不会长东西。
还有一点呢，他们建造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个城墙的质量。比方说，我们现在站在这里，那工人跟我说这个城墙建好了，那要验收怎么办呢？当时他们就采取大力士用弓箭射击这个城墙，如果那个弓箭能够穿进去，那么这个城墙就是不合格的，建造这个人呢就要受到处罚，必须你那个弓箭射过去掉落地上，这个城墙才是合格的。在整个城墙上面，我们能看到很多凸出来的，这个叫做马面，大概是12个，这也是整个城墙防御体系的关键部分。你看，这个是城墙马面，大家发现没有？这2个呢，互为犄角，大概是80、90度。比方说，我现在要攻击这个城墙，你如果直接攻击，上面的人肯定是要反击，他是看不到下面的，必须头伸出来来看到下面，那么这样就很容易受到下面的人攻击。但是如果有这个马面之后，你在这里攻击，站在上面的人可能清晰的看到下面有谁，然后可以从那边攻击下方的。那同样的，你如果是说攻击这个马面，旁边的人也可以进行反击，这就是马面的作用。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出来，它这个城墙是多么豪华、多么坚固。其实从它的墙基的宽度就能看得出来。这里大概是12米，那上面呢，起码呢也有5、6米宽，所以能够想象这个城墙它的坚固。上面呢，土呢是一层一层的，就是夯土，一层一层往下压。那里面呢还有一些石头。永泰古城我们就差不多看完了，大家有什么感受？我感触颇深的就是，在中国古代，这些人的智慧很厉害，设计者、建造者都非常厉害，能够在戈壁滩上面建造这样一座城池。你来甘肃，你去河西走廊，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这里绝对会不虚此行的。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河西走廊，我们来了。